协议的10条读给你们听啊。1. 任何手术麻醉都存在风险。2. 任何所用的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轻度的恶心、皮疹等症状，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第3大条里面有14个小条啊。第1小条，术中大出血，手术无法进行，休克，甚至死亡。2. 因病灶或患者健康的原因终止手术，脑崩出严重时刻导致死亡。5. 术后可能出现意识障碍，甚至危及生命。骨瓣减压、休克，甚至死亡。6. 要不你还是自己看吧。来，你还是自己看吧。啊。要是同意了呢，就签在这儿，啊。你确定要签了吗？你可想好了，你妈现在还是好好的，别到时候我们开完了刀出现什么问题，你又来找我们麻烦。当然了，在推进手术室之前的1分钟，你们还是可以后悔的。这字我们没法签。没法签。不签，办出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同意书上这10条，每一条写的都是你们这个也不负责，这个也不负责，全都是我们患者来承担。那我们来你们医院干什么呀？这不是推卸责任吗？我们没推卸责任，哎，这可不是我们一家医院这么干，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基本上这就是标准档，做手术终归是有风险的嘛，所以你们医患家属啊，更应该慎之又慎。考虑一下。那你们医院总得承担点什么吧？原先轻飘飘的说开了刀这也好那也好的，现在又是一大堆风险了，也太不负责任了。赶紧走。这都是什么医生？喂，郭思淼，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妈这个手术我不想做了。不是说做吗？怎么不签呢？你说的跟郑医生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我妈要是这么推进手术室里，那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小郑说的那些啊，那是科里的规定，是必须要告诉患者的，你不用听他的，你把字签了就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手术有这么危险啊！你就跟我说95%成功，5%失败。可是照郑医生的说法，我妈根本就没有活路。在边上吗？你叫。郑医生啊，电话。我。哎，有病吧你？不，我关斩六将啊，不是你教我的吗？你不分人啊？你也没说你对象就不能说啊。你让他等着我，我这就过去。怎么了？这怎么办？反正你也特了解我，我这人一贯是女人的事大于哥们的事。不是你一直这样。我女朋友。不是哪儿的女朋友啊？这到时候再告诉你。
不是有牛排没吃？我估计我也吃不了了，我下回做手术呢。下回吧。去。吓着了。这事打我，我完事儿我跟主任说啊，你不按规定来。没事儿啊，一般说都这么说。这手术咱们还是做。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上面有一条写的是没事吗？写都得这么写，医院都得这么说。但怎么可能都有事儿呢？如果做哪个手术都出这种事儿，那我们还做手术干嘛？那你跟我说没用，你去跟我爸说，反正我爸现在已经把你列进黑名单了。等我换衣服去啊。哎，你啰嗦什么呀？我的青春我做主，你就不要烦了。我是担心啊。阿姨，吓着您了吧？哎，没事儿。哎，小霍，我星期四能做手术吗？哎，能做。您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适合做手术。还开啊？我的话你都没听进去吗？哎呦，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你就放100个心好不好？坐。小霍啊，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啊。刚才我已经跟晶晶爸爸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我自己负责，不要再拖了。再拖我这病情万一发展了，那才麻烦呢。哎，您看，本来我是想给您来做思想工作的，您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呸，不吉利，说什么革命呀？革谁的命啊？哦，哎，小侯说的很对的。这点事情啊，在我一生的惊涛骇浪里算得了什么呢？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吗？小手术啊！妈，这是脑科手术，已经不小了。就是啊。叔叔啊，是这样啊，小郑大夫说那些话呢，在我们科里要求是必须要跟患者和患者家属说的。跟您实话实说，像在我们这医院，开手术超过10年的大夫，做这种手术的例子超过1000例，到现在为止没有1例失败过。医学也不能打保票，就照我说呢，这手术95%，我的话就能说到这儿。是这样，刚才吓死我了。叔叔不是哪个病患家属都跟您一样通情达理。以前咱们做手术，对吧？给您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手术风险，您签个字就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真出了事儿以后，那患者家属就找来了，说你当时拿单子来的时候，那些上面的东西我都不懂。那我们就得跟人解释啊。所以现在不单单要解释，还得录像。您像刚才我跟您说那番话，我要让科里知道，科里是要批评我的。踏实点了，踏实。叔叔，那咱们坐。坐。啊，好。坐。哦，对了，阿姨叔叔，我跟晶晶商量了一下，我觉得你们这2天可以挪到10楼病房去。10楼病房是这样啊，10楼病房病人肯定比这儿多，但是医生护士去的相对就勤一些。这儿呢远，人少，来的就少。我觉得忍这么1-2天，是吧？安全最重要。没事没事，这事儿我不做主，你们再商量啊。那走了，阿姨。哎，走了，叔叔。哎，好。妈，你不就相信你的霍医生吗？那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好。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基本上所有的手术意外都是由于出血导致的，
特别是由于这个垂体瘤和颈内动脉的位置特别近，所以说手术当中稍有不慎，那个血噗的一声就爆出来。大脑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它负责支配我们所有的活动。如果做手术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什么意外，那就是命悬一线、非生即死的事儿。你比如说，前几天我们科里有一台小手术，人推出来的时候好好的，突然之间心跳骤停，不知道原因，人挂了。再往前几天，还是一个极小的手术，推出来大家喜笑颜开的，哎，没几天胃大出血了，人又挂了。哦对了，还有你母亲的那个肠胃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有新肠胃吗？那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病人推进去的时候，我们把头骨打开一看，呀，血管畸形，没法办，没办法，又给缝上推出来。所以说这个都不一样。是你教我的吗？对待所有的手术前谈话的病人家属的都得像过5关斩六将一样，否则我们会有很大的风险。一，任何手术麻醉都存在风险。二，任何所用的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轻度的恶心、皮疹等症状，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第三大条里面有14个小条第一小条，术中大出血，手术无法进行，休克，甚至死亡。喂，老大。哎，到哪儿了？我刚到。那就交给你了。嗨，不就是院方代表吗？没事，这事儿我常干。真是麻烦你。我的案子让你去。不，我的手术还得麻烦你呢。是今天下午你丈母娘的手术吗？我丈母娘的手术才不给你做呢，那是我表现的机会。行了，我不说了，我得下去了。一会儿你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好吗？既然交给了我，我是你的代理律师，要信你啊。现在开庭。喂，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毫无疑问，在这起医疗事故当中，云山医院神经外科以及被告方的主治医生对整个的手术处理失当，所以对已故的患者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院方在处理此次纠纷所持有的态度，也令我的当事人为之心寒。我们现在手里有2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来自医院的档案室。
第二份证据来自被告方主治医生开具的病历，来自医院档案室。这份证据上明确地表明，死者心电图报告出来的时间是2011年的6月20日上午10点20分，而来自医生提供的病历上面显示的是死者心电图的开单时间竟然是2011年6月20日下午的4时。心电图报告出来的时间竟然早过心电图开单的时间将近6个小时。我希望院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知道你们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那根本就不合理。这样，我现在来打一个比方。比方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不舒服，他生病了，他来找医生看病，那么医生在没有做出诊断、没有开处方，在同时，就是与此同时，医院的药房已经把药开好了，这可能吗？在座的各位，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被告方的主治医生在事后修改了病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云山医院神经外科以及被告方的主治医生在这起普通的医疗救助当中拿出相对严谨的态度？当我的代理人的家属原因不明的无辜的死在手术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玉，哎，这个病人差一个那个心电图单子。哦，好的。哪个院过来进修的？不是你的菜啊，别惦着。部长，谢谢啊，我都安顿好了。不客气。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小护姐，我妈搬楼下来了。搬这儿来了？为什么呀？18楼多好 ，VIP 病房。都是霍思淼，她非得让我妈搬下来。她说这儿医生来的比较勤一点儿，有什么事情可以及时处理。她说楼上太远了，护士很少，然后医生也很少上去。到底是亲的，就是不一样啊！我发现霍医生对你比对他前几任女友都要照顾，真的。我觉得上一任女友那个是舅妈住这儿吧，住18楼住了1个多星期，他都没怎么上去，是吧？哎，说的也是啊。小护姐，他之前那个女朋友是干什么的呀？上一任好像是卖假肢的，是吧？啊，逗你玩了。霍医生，这2年都没怎么谈恋爱，一直等你呢。不可能！哎，你妈什么时候手术啊？我妈今天下午。千万别喝水，别吃东西，术前6小时空腹啊。那天有个病人偷偷喝了点水啊，手术台上抢救2个半小时。我已经吩咐过了。那我知道了，谢谢小护姐。谢谢，我打饭去了。哎，小护姐，怎么了？我很好奇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区的护士啊？为什么我觉得我在哪儿都能看见你？他是特殊巡护，有特殊待遇，病房和手术室都能去，是属于特权阶级。干2份活拿1份薪水，要这样的叫特权阶级，不出1年，没人想再干特权，此阶级从此绝种。原来是这样。没有，我就是命苦。好吧，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拜拜。下面请原被告双方互相发问。审判长，原告现在申请向院方代表发问，是否允许？可以发问。谢谢。
院方代表霍思邈先生，在本月的17日，你我共进午餐的时候，你是否对本人说过以下这些话？你是否跟我说过，在你行医这么多年里面，在你们的科室里面，很多人忘记签字、补、修改病历这种事情，几乎在每一个医生身上都发生过？你是否说过？还有，你是否说过，现在医护人员由于觉着医患关系紧张，那么在治病救人这种原本天经地义的工作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就是在和病患打交道的初期，你们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逃避责任，并一步一步去做很多事情。请院方代表回答。你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审判长，我提的问题与本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院方代表的观点，在整个医疗体制下代表了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想法，而就是这种想法是导致我当事人痛失亲人的根本原因。审判长，我认为他提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有权利拒绝回答。如果院方代表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想提供给庭上一份证据。审判长，请问能不能把这个证据在庭上播放？允许。好，谢谢。你在的时候没有，就是补病历。星期五做的手术，你星期一补啊。你比如说现在，如果病房里的住院病人突然有个问题要做一个检查，我不可能到门诊把病历调过来，我开个单子就让他去做了。如果这个时候做完检查他要做手术，如果这个时候做手术出了事儿，病历上没写，我就死定了。所以做完检查我补病历，做完手术我补病历。是情，你这种看他们怎么解释。超级补病历大法得好好修炼一下。我跟你说，老二，弄好出事儿了。你现在说话虚头巴脑。咱聊聊别的。你告诉我，如果这个手术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死定了。是啊。肃静。审判长，证据播放完毕，我的提问完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认为，原告家属死亡属于1级医疗事故，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对于我来说，这个官司之后，我自己也需要做一些总结，然后吸取一些经验，看能再多为患者做点什么，好吧？具体就这样。请问您对这次庭审结果作何感想？这次医疗纠纷这个官司的胜利应该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吧？因为万事如果前面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话，大家都不好去定性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有一个事情我们处理过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在那儿的话，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吧。哦，那请问这次庭审的胜利对以后医院的创新和发展有什么好处呢？你打人啊！你打人！这不是是啊！这不是院方代表吗？请问你们有个人恩怨吗？为什么打人？为什么要打人啊？为什么要打人啊？先生，您别走啊！先生，你是老助手，哎，走啊！快去上，快去上！看法呀！请你说两句。
真的，这是我们私人的事情，私人事情和案件和本案无关。回圆圆吗？这伤不要紧吧？没事吧？我跟你们说，你们真不要写到这次，这和本案一点关系没有，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这打架也太过分了！这干嘛动手啊？有事好好说。对呀。你可真够有本事的，你还会打架，你还会什么呀？不嫌丢人啊？原来好的跟亲兄弟似的，怎么下得去手？你说你手都成这样了，人家脸成什么样？对，我也奇怪，我打他一拳，他脸好像没什么事，我手肿成这个样子。冲动是魔鬼吧？是他脸皮厚，谁让他故意诓我？诓你什么了？明明那天我看着你舔着个脸，非要请人吃饭，人都不爱搭理你。他太诚心了，故意跑过来套我话。他故意隐藏起他的身份，没告我。他凭什么要告诉你他的身份啊？那他也不能故意害我呀。兄弟嘛，不就这样吗？两肋插刀啊，你插我一刀，我插你一刀，不插怎么是兄弟呢？你说他也是。对他的处分决定又不是科里做的，那是院里做的。他何必跟科里人过不去呢？再说辞职是他自己辞的。他呀，他绝对不是针对你，他是报复当初院里面对他的无情义。所以要说欠的话，是我们欠他的，只是你替我们把这账还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靠这个吃饭的，你把这弄折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用你这双手，不知道怎么宝贝呢。我跟你说啊，这两天好好休息，甭出去害人，尤其是你未来丈母娘。喂，喂，晶晶啊，那什么，你妈的手术咱们要不然晚2天做？啊？为什么呀？我得出2天差啊，是研讨会。那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好事多磨吧。拜。你又怎么了？哎，你再给我拿一冰袋来吧，这冰袋不冰了，好像肿得更厉害了。事儿真多，等着。你这辈子这样欠我的，下辈子怎么还我呀？啊！
先说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都已经知道了。那个黄香丽啊，状告我们手术致死案判下来了，而且是我们科室败诉。虽然呢，我个人依旧认为啊，我们对病患的死不负担任何医学上的责任，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要把这个案子作为我们科室的教科文本挂出来，让大家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这里我要强调几个问题。第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要给病患者及其家属一个准确的数字，比方说手术的成功率是95%、92%，说这些干什么呀？一旦这个数字给出去，会给我们自己造成极大的被动。咱就说眼前这个案子吧，家属现在揪住不放啊，说我们医生说的，手术率极高，是92%。既然是92%，为什么她丈夫会死去呢？那是因为病患者听了我们说这些有事实依据说法的时候很乐观，他就认为自己就是92%其中的一个，他绝对不会想到那8%。但是8%确实存在呀，是不是？希望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谈话的措辞啊，尽量把数字含糊化啊。具体怎么个含糊法呢？比方说大多数、少数不等，等等等等。总之呢，不要把自己陷于被动。第二呢，就是关于病史的记录，我恳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哪怕是一点点的疏忽，都将把我们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咱就说眼前这个控词吧，写到了，为什么我们心电图的报告要早于做心电图做的时间出来呢？为什么？这个我问了当时的医生，他说这个心电图的单子是后来补登的。本来我们在整个的医疗过程中完全挑不出任何一点毛病，就是因为这一点不够严谨。是啊，你医生写完单子以后没有及时的把它写在病史上，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啊。写病史看起来是非常简单、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却往往是医生生涯的终结书啊。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首先要保证自己是一名医生，你才能有行医资格呀。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同志们。这是我们医生首要要做的任务。我希望大家在提高业务技能和加强学术研究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棘手的小事情。第三呢，就是要在全科通报批评霍思邈医生，因为他的不理智与原告律师发生了冲突，再次把我们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本市30分钟新闻就有一条啊，那霍大夫医生真的动手律师，当然了，把我们科今年的小红旗我听说那个叫什么古超华的，直接就被送进医院了，我希望这种额头上都破了，缝了4针呢。啊，哎呦，其实说了呀，那古大夫以前也是咱们科的，那他帅不帅？在手术台上哎呀，你家真爱挺帅了，好吧？拳头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什么行为啊？完全是没有理智的鲁莽之举。我希望霍思邈医生能够做出深刻的检查。说说吧。人我打了，为了因为打人给咱们医院带来的麻烦，我在这儿向大家表示歉意。打人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
我对咱们医院提出的详细记录病史这件事儿，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病史是用来记录病情、记录治疗方案的，不是用来为未来打官司做资料准备的。我觉得医生的责任，第一也不是想尽办法保护自己，是治病救人，所以选择准确、快速的治疗方案是最重要的啊。第二，我打的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叫谷超华，他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哥们儿，所以我打他。欢迎以后啊，我要做错了什么，是我哥们儿得打我。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咱们官司打输了。为什么打输了呢？因为谷超华以前是个大夫，而且以前是个非常优秀的大夫。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以前的案子，他怎么离开了咱们医院，大家心里都有数。我觉得那个案子对他不公。如果当时咱们医院能以公平公正和更加温暖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儿的话，今天谷超华就可能不会站在我的对立面上。讲完了。这是好事啊！我认为啊，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英雄式的人物故事都是相似的，无论是西方的奥德赛还是东方的西游记，在你通往成功、行将成名的道路上，都要经历981道磨难。这孟子曰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止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以其所不能。医生就是成就英雄的行业，生命就是我们所承载的天降大任。当你选择读医科的那一刹那，你就要明白你所踏上的是怎样一个征途。它不仅仅是科学的殿堂，更是社会的殿堂。你如果不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如果不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如果你当初选择做医生，只是看中了他的地位和他的收入，那你很自然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出局呀。我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的技术可能是一流的，他们的智商可能是卓越的，可是他们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东西，他们会在半路上逃走了。有的人呢，做了2年的学生就不愿意做了。我要恭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不适合自己，他们还来得及改行。有的人呢，当了几年的医生就不愿意干了，我也要祝福他们。不干医生干医药代表也很好啊，起码收入比我们当医生高多了，得偿所望嘛，啊！但是，我更珍惜我们留下来的这支团队，我珍惜你们。你们去伪存真，流沙沉积，你们比金子还可贵，你们是钻石。虽然有的人的天资比我们好，可是他们没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就是因为他们差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可你们有，这就是信念。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才能在我们这儿经受各种打击和磨难之后而无怨无悔。我相信，你们这些人，最后的墓志铭上一定会刻上2个字：英雄。
今天呢，是一个让人痛苦的日子，大家都很消沉。我知道，因为你们看到过去的同事站到了患者的一面，向我们伸出了匕首而感到痛心。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这样一个不合格的医生自己从我们的队伍里逃走了，他验证了我一贯的理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有人心，其次才谈得上人数。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有些困惑，任性在心的角落，隐藏自我，你喜欢独自承受。因为冷漠，爱在半空中坠落，拒绝感动，一意孤行当洒脱。你笑了，我快乐；你沉默，我失落。还有什么顾虑，挣脱不开的心锁？失去爱的世界，冰得那么赤裸裸。我想给你我所有的颜色。心